朴槿惠，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，她的名字在韩国政治史上举足轻重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这位铁腕女总统的背后有着怎样坎坷的人生经历。她2次经历父母遇刺身亡，遭受各种侮辱和背叛，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幸福的追求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走进朴槿惠的日记，感受她从悲伤和痛苦中勇敢站起来的心路历程。1974年8月15日是韩国的光复节，这一天，朴槿惠遭遇了人生第一场不幸。在光复节纪念活动现场，朝总联所属旅日侨胞文世光向朴槿惠的父亲，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开枪行刺，结果误杀了朴槿惠的母亲陆英修女士。当时，朴槿惠还正在法国留学。远在异国他乡的朴槿惠对国内发生的事情还一无所知，却突然接到让他立即回国的通知。一股强烈的不安袭来，朴槿惠在归国的飞机上看到了自己的母亲遇刺的消息，如同一把利刃深深刺入心脏，痛得朴槿惠眼前一片发暗，看不到任何东西。当时他泪如雨下，流着一路的泪水回到了韩国。电视里连日不停地播放着那个令人肝肠寸断的场面，朴槿惠实在是不忍心再看下去，可这又是母亲最后的画面，她的视线无法离开电视屏幕。月经中断，全身疼痛，因为免疫力下降而导致过敏，每天不停地打喷嚏。但是朴槿惠并没有因此倒下去，她顽强地打起精神，重新站起来了。她深知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。22岁的朴槿惠决定代替母亲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。她按照母亲的教诲，勤奋、坚韧、诚实，出色地扮演了这个角色。母亲陆英修女士是朴槿惠一生中最重要的人。母亲作为青瓦台的女主人，每天繁忙的程度不亚于当总统的父亲。母亲每天都要亲自整理每一封来信，每当父亲出国访问的时候，母亲经常在父亲身旁一动不动地站立一整天。晚上回到住处时，母亲的脚都会肿起来。母亲非常注重尊敬他人，即使是自己的子女跟自己说话，她总是认真倾听。朴槿惠在日记中写道：母亲，在我伤心的时候，母亲会比我更伤心；而我快乐时，母亲会比我更快乐。母亲的教导和对母亲的思念，成为朴槿惠人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1979年10月26日，朴槿惠遭遇了人生中的第2次转折。这一天，朴正熙总统遭遇时任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的枪击，意外身亡。朴槿惠清洗父亲血迹未干的衣服，几乎流尽了平生的眼泪。父亲去世以后，朴槿惠带着弟弟和妹妹回到了新堂洞的私邸。私邸已是人去屋空，在这里，朴槿惠触景生情，面对的是对父母无尽的追忆和悲痛。令朴槿惠始料不及的是，一场更大的灾难正悄悄逼近自己。1979年12月12日，以全斗焕为首的新的军部用武力夺取了军政大权。新的军部几乎制止了朴槿惠所有的对外活动。自1980年的5.17事变以后，朴槿惠创办的新爱心服务团被强行解散。新军部甚至不允许朴槿惠为父母召开追悼会，朴槿惠实际上已经处于软禁状态。为了转移国民的视线，新军部将矛头直接指向已故总统朴正熙，给他强加了一连串莫须有的罪名：亲日派、独裁者、造成地域纷争的元凶、高压政治。他们肆意夸大、歪曲事实，甚至无中生有捏造事实，想方设法侮辱和损坏朴正熙总统的形象。更令朴槿惠心痛的是，就连父亲生前的亲信也反戈一击，与他们同流合污，攻击朴正熙总统。这是致命的打击，是个足以令人自寻短见的打击。然而朴槿惠没有被打倒，他在日记中倾吐心中的愤恨，通过文字克服痛苦，将痛苦升华为自己的哲学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真正的幸福生活并不是万事顺意的，而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能坚强地挺过去，并重新站起来，在逆境中成长，使之成为转祸为福的契机，让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。朴槿惠区分了快乐的人生和美好的人生。快乐的人生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，而美好的人生追求有意义的事情和重大的使命。他选择了美好的人生，从悲伤和痛苦中勇敢地站起来，以神圣的使命感追求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我并不害怕世间的种种磨练，
我所害怕的是在经历磨练的过程中，或许没有做到尽善尽美。这种对完美的追求，对使命的执着，成为朴槿惠人生中最宝贵的品质。朴槿惠强调，领导者必须以身作则，要有原则和信任。他主张有原则的政治，有信任的政治，认为权力既可以成为拯救国民的武器，也可以成为伤害国民的凶器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只按某些人的意志行事，或者只为了讨得某些人的欢心而行事的人，只能说他是追随者，而不能说是领导者。朴槿惠认为，一切抉择应该基于爱国之心，只有经历过痛苦的人才能感受他人的痛苦。他追求的是舍己为人的崇高理想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一切抉择基于爱国之心，只有经历过痛苦的人才能感受他人的痛苦。这本书告诉我们，痛苦可以升华为人生哲学和人格魅力。朴槿惠用一股常人难以想象的耐力，忍受接近人类极限的艰难困苦，并使之得以升华。痛苦的升华结果，对内成了他自己美好人生的基础，对外变成了人性味十足的人格魅力。这本书放在今天来看，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现代启示。首先，美好的人生 vs 快乐的人生。朴槿惠区分了快乐的人生和美好的人生，提醒我们真正的幸福不在于短暂的快乐，而在于有意义的人生。其次，痛苦的升华。朴槿惠经历了2次重大打击，但他没有被痛苦击垮，而是将痛苦升华为人生哲学和人格魅力，提醒我们痛苦可以成为成长的催化剂。第三，领导者的原则和信任。朴槿惠强调，领导者必须以身作则，要有原则和信任，提醒我们领导者要有高尚的品德和坚定的原则。第四，国民就是我们的上帝。朴槿惠认为，一切抉择应该基于爱国之心，提醒我们要以民为本，为国民谋福利。第五，公职人员的责任。朴槿惠强调，公职人员要有责任感，要为国民服务，提醒我们公职人员要以身作则，为国民树立榜样。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看，朴槿惠的家庭生活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。她与母亲陆英修女士的关系展现了母女之间的深厚感情。母亲的教诲和榜样成为朴槿惠人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她与父亲朴正熙总统的关系展现了父女之间的信任和尊重。父亲的严格要求和殷切期望成为朴槿惠成长的动力。这提醒我们，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，父母的教诲和榜样会影响孩子的一生。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，朴槿惠的成长经历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。她从一个普通的女孩成长为韩国历史上第1位女总统。她经历了2次父母遇刺身亡的重大打击，遭受各种侮辱和背叛，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幸福的追求。她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，逆境可以成为成长的催化剂，关键在于如何面对和处理逆境。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，朴槿惠的职业生涯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。她从代行第1夫人职责开始，到当选国会议员，再到成为总统候选人，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和困难。她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，不为外界因素所左右。这提醒我们，在职业发展中要坚持原则，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。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，朴槿惠的人际关系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。她经历了父亲亲信的背叛，遭受了各种侮辱和攻击，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对人的信任和尊重。她认为，只有经历过痛苦的人才能感受他人的痛苦。这提醒我们要理解和尊重他人的感受，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，朴槿惠的心理状态也值得关注。她经历了2次重大打击，但她没有被痛苦击垮，而是将痛苦升华为人生哲学和人格魅力。她通过写日记来倾吐心中的愤恨，通过文字来克服痛苦。这提醒我们，心理健康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，要学会调节情绪，保持心理平衡。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，朴槿惠的政治理念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。他主张有原则的政治，有信任的政治，认为权力既可以成为拯救国民的武器，也可以成为伤害国民的凶器。他强调，领导者必须以身作则，要有原则和信任。这提醒我们，政治应该为国民服务，领导者要以身作则，为国民树立榜样。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，
朴槿惠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值得我们关注。他认为，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基，要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。这提醒我们要重视文化教育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，为民族的未来发展提供精神支撑。从国际交流的角度来看，朴槿惠的国际视野也值得我们学习。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，推动韩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。这提醒我们要具有国际视野，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，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。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，朴槿惠的领导风格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。他注重团队合作，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，同时也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。他认为，领导者要以身作则，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。这提醒我们在企业管理中要注重团队合作，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，同时也要坚持原则和信念。从创新发展的角度来看，朴槿惠的创新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。他敢于打破旧的束缚，建立新的制度和规范。他推动韩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，为韩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这提醒我们，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，要敢于创新，勇于实践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，朴槿惠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也值得我们关注。他认为，环境保护是每个人的责任，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美好的家园。这提醒我们要重视环境保护，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。总的来说，朴槿惠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现代启示。他的坚持，他的贡献，他的精神，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在今天的社会中，我们要追求有意义的人生，将痛苦升华为动力，坚持原则和信任，为国民谋福利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。朴槿惠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追求短暂的快乐，而在于追求有意义的事情和重大的使命。她从一个普通的女孩成长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，经历了2次父母遇刺身亡的重大打击，遭受各种侮辱和背叛，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幸福的追求。她的坚持，她的贡献，她的精神，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在今天的社会中，我们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难，如何在逆境中成长，如何将痛苦升华为动力，如何坚持原则和信任，如何为国民谋福利，都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。朴槿惠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，让我们共同努力，追求有意义的人生，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。朴槿惠的日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朴槿惠，一个经历了无数磨难却始终坚强的女性。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什么，而在于你如何面对困难和挑战。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，只要坚持信念，勇往直前，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朴槿惠的日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朴槿惠，一个经历了无数磨难却始终坚强的女性。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什么，而在于你如何面对困难和挑战。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，只要坚持信念，勇往直前，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在朴槿惠的日记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她对母亲的深深思念，对父亲的无限敬仰，对国家的无限热爱。她的日记不仅是她个人的心路历程，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。她的坚持，她的贡献，她的精神，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朴槿惠的故事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财富，而在于为他人、为社会做出贡献。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美好的人生，什么是真正的幸福。在今天的社会中，我们要学习朴槿惠的精神，追求有意义的人生，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。朴槿惠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追求短暂的快乐，而在于追求有意义的事情和重大的使命。她从一个普通的女孩成长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，经历了2次父母遇刺身亡的重大打击，遭受各种侮辱和背叛，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幸福的追求。她的坚持，她的贡献，她的精神，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朴槿惠的日记不仅是她个人的心路历程，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。她的坚持，她的贡献，她的精神，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在今天的社会中，我们要追求有意义的人生，将痛苦升华为动力，
坚持原则和信任，为国民谋福利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。朴槿惠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什么，而在于你如何面对困难和挑战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，只要坚持信念，勇往直前，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在朴槿惠的日记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母亲的深深思念，对父亲的无限敬仰，对国家的无限热爱。他的日记不仅是他个人的心路历程，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。他的坚持，他的贡献，他的精神，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